2025年7月2号，今天我们的主讲智博团长已经来到现场，我们邀请智博团长来为我们开讲今天的丛林奇谈的漫谈。好，麻烦智博团长。各位伙伴，大家晚安啊！感谢大家又再次的来聆听我所讲的丛林奇谈。那今天呢，我们讲到放逐血汗。放逐是什么样的意思哦？事实上，放逐就等于是没有户籍了哦，就像流浪汉这样子哦。所谓的放逐应该大概是这样的情况。那在古代的话，放逐的话大概都是重刑犯哦，因为他就会发配到边缘的地带去哦，或者是所谓的边疆啊流放嘛哦。那为什么要放逐血汗哦？这一篇讲的这个故事呢，起源于血汗杀人的攻击人类，事实上是森林里面规律里面最不可行的一件大事哦。那这一件事情呢，也动荡了整个森林里面全部所有的动物哦，因为杀人这一件事情非同小可哦。那为什么血汗要挑在这个时候，然后去攻击人类，杀了人类然后这个重点是因为血汗可能他自己的本性上就是天不怕地不怕哦。那血汗攻击了人类，难道都不怕反扑吗？这个反扑呢，事实上会使我们丛林里面所有的动物都遭殃哦，因为大家真的还很爱惜自己的生命嘛哦。那如果人类进行了一次的这样子的围剿扑杀我相信动物界里面没有哪一种动物是可以逃脱得掉的，因为人类说实在的，不管是智慧或者是行动力方面，或者是可以借用一些武器方面来扑杀动物，事实上是轻而易举的。那巴西拉呢他在受词里面呢，在这里面就谴责了血汗，告诉血汗说，你到底为什么问责血汗，你为什么要来吃人类呢？是不是因为你的肚子饿？巴西拉是用非常非常严肃的口气来质问这个血汗，但是呢，血汗呢并不觉得他有做任何的错事他还很得意非常的得意。他说，他杀人只是为了好玩而已，为了好玩而已，听起来真的也是非常的令人费解全部的野兽呢听到了他这样的回复血汗杀人是为了好玩而已那全部的动物都骚动了起来，都议论纷纷为了好玩杀了人类那把杀人类的这一件事情当作是一种儿戏为什么不好好的考虑到后果就随便的去杀人？那血汗呢阴险狡诈的这样子攻击人类的时候他如果万一要逃了，他一定就跑到北方的岩石的山洞去躲起来但是呢，所有的动物呢能哪里逃，能哪里藏能哪里躲得掉所以说怎么办呢？那他如果有考虑到大家的话，我相信应该他就不会这样做。可惜呢血汗呢他不会他都很自以为是，而且呢他都认为他自己非常的厉害。然后丛林里呢的自由跟和平呢已经被他严重破坏掉了所以说呢指责血汗的声音呢大伙呢都议论纷纷起来然后呢
这样的声调呢就越来越高哦，越来越高。那听闻的哈蒂哦，是森林的仲裁者、保护神哦，他仍然哦没有任何的动静哦，不动声色哦，他只是用他自己的很深邃哦的眼睛呢注视着血汗。事实上的话，如果真的是一个非常沉稳的哦，而且又有深谋远虑的一个领导者，我相信说实在应该都是会这个样子，察言观色哦，以静制动哦。那哈迪就说了吗？就说了，这样好玩吗？为什么不能不杀？哦，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容易变成人类的敌人哦。那邪汉呢，他真的是不会感觉到任何的愧疚哦，反而呢很傲慢的说反正呢就是这个样子哦。他用那一种不以为然哦，而且呢还做了那一种很不在意的那种哈欠，然后去表示哦无所畏惧、无所谓的样子哦。然后呢，也用他自己的那一种三角的眼睛哦，扫视的周边全部所有的动物们看看他们对于他这样子的行为呢，觉得是怎么样子结果呢，血汉呢，看了一眼，瞄了一下大家，然后呢，他就喃喃自语的说：“吃了一个人口非常的渴得要命，那你们闪开一点哦，让我喝水，然后呢，顺便呢洗洗呢我嘴边所残留下来的这些血迹哦，人类的血迹哦，走开，不要走开的话哦。”想怎么样就放马过来哦，领教大家哦，好好的领教。当然大家都怕得要死哦，当然是都不敢向前嘛哈，而且说实在，真的都会快速的去规避哦，还是真的很怕血汗的哦。那巴西拉看到血汗呢，流露出来那种刁蛮，而且那种那一种很劲哦的本性哦，就立刻呢耸起了背，耸起了背。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猫发脾气的时候，它的那个毛都会竖起，包含狗也一样包含狗也一样，那种竖起的那一种那一种毛真的看起来就知道它已经想发火了就很生气了然后呢，巴西拉就呈现了这样子的一个形态然后呢，张开它的前脚的爪子大家应该都知道猫科动物的话来讲呢，那个爪子是非常厉害的，而且非常尖锐的，而且它们捕捉猎物的时候，只要被它手掌它的爪扒到的话，通常都会受到很严重的伤。所以说，如果各位有看过，不管是狗还是猫，尤其是猫在打架的时候，它那个爪子手那张开的时候，看到它锐利的那个尖锐的那个应该是说指甲你就知道那一种那种的厉害性你像我们一般宠物美容店帮猫洗澡的话，它第一件事情的话，一定是先剪指甲，先剪指甲，因为那个指甲不剪的话，根本就是跟它在玩命，跟它在玩命，跟这只猫在玩命因为这个猫如果说是在它的爪扑一张开那它的指甲一撑开的时候，说实在被它一抓到，真的是会鲜血直流好，然后呢，
巴西拉这样子的一个形态的话，就是准备伺机而动哦，而且呢，它整身黑，包含它的那个眼睛里面有的白色的眼眶哦，眼结哦，然后呢，发亮着哦，发亮着，它可能就是准备着哦，可能也很想哦教训血汗。好，那伯鲁呢？棕熊嘛，胖嘟嘟的，他的眼睛看起来就更小了，毛乎乎的哈，左顾右盼哦。那那卡阿呢？卡阿也在这里哦。那卡阿事实上他是盘绕的在岩石上哦在那边啊也是在注目着哦。那就说那个卡阿就说到，邪汉呢又在作威作福了哈。一般的野兽呢，看到它呢这样的伸张趋势哦，也会吓到目瞪口呆哈。但是真正厉害的动物呢，却都不屑一顾哦。因为你看，巴西啦、棕熊伯鲁、卡啊，事实上他们都觉得还好哦，觉得还好。好，那事实上呢，他们都会认为哦，邪汉事实上就是一个窝囊废哦，也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因为他只会欺负那一些真正没有能力的哦，甚至说实在没有办法跟他进行搏斗的这些动物。好，那伯鲁呢对自己呢这样子就是也没什么大碍的这样子的情况哦，也会觉得自己心里面很不好意思啊哈，然后就解释到说，应该还好吧，哦，那趴在棕熊伯鲁后面哦的，棕熊伯鲁背后面的毛克利呢，看到和蔼可亲的这个伯鲁呢，老师呢，发囧这样的一个姿态呢，觉得非常的滑稽哦，便笑了起来。然后呢，哈蒂呢，也思虑了很久了嘛，就已经胸有成竹了哦，举起了他高高的象鼻哦，然后呢大步的迈了几步哦，就一本正经的说：“血汗，你说你杀人是因为好玩而杀的吗？的确是这个样子吗？”好，那血汗呢？也看着这个大象哈蒂，是觉得哈蒂呢也说你觉得这样子杀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觉得你这样做真的没有好好的想过哦，那你要不要做个解释哦？那西汉呢也就说了哦，是啊，我就是觉得好玩杀而已嘛，而这是我的自由哦，要强调了哦，他杀人是因为是他个人的自由哦，也是我的权利哦，也是我的权利哦，天哪，讲到他以为他是谁了哦，真的好像是天王老子一样哦，想怎样就怎样。那血汗呢，嘴巴呢非常的硬哦，心里面呢也不敢轻轻的这样子的不防备哦，而且又提高了更高的警觉，因为他知道大象如果生气起来哦，大象如果生气起来的话，那可不是一件非常非常容易逃脱的事情哦，而且呢，关系到自己的生命安危哦。因为大象的话它平时的话没有怎么样的话，事实上是非常温和的哦，而且呢，也
不会有任何的攻击动作。但是呢，大象如果一团结起来，或者是遭受到危害的时候，事实上大象是非常团结的我曾经看过《动物频报》里面他说，小象一般的话都是森林里面这一些食肉动物的最主要的一个捕杀对象。那小象呢，事实上是在小时候是非常危险的，而且说实在，大象象群里面都会急于的保护自己的小象那一般的话来讲，小象如果快要被攻击的时候，大象一定会围起来头朝外面，然后呢，把小象呢围在圈圈里面围在圈圈里面。在于我们童军游戏里面也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玩法我也曾经也有带过我都会跟孩子们讲说，我都会举例嘛，因为他们曾经有看过像抢救雷恩大兵雷恩，那我就会用这样的一个比喻然后来玩这是童军的部分那如果是幼童军的话来讲的话，还是以这样的这个故事的情节到这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玩我像这样讲的这样的一个游戏就是大家都手牵着手围起来，然后请别队的小队长呢到圈圈里面来，然后呢别的小队再派一个人来当来当协汉以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话来讲，就是说，让这个小队来保护别队的小队长，然后再找别队的来饰演协汉，然后就变成了一个小队的一种竞赛，看谁先扮演这个协汉的，先抓到里面的这个小队长，那我们会把这个小队长当作是毛克利也好，或者是如同现在我们故事在讲的小象也好那他们手牵手的话来讲的话，就是要尽量的阻止在这个圈圈都不能破掉就是手一定都要牵着手然后呢可以用手可以用自己的背去挡协汉然后呢这个协汉呢只要呢他的手能拍得到里面的这个小队长或者是叫毛克利就算这个小队的守护是失败的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来增加孩子们的一个记忆如何去保护弱小好，那在这个同时呢，协汉呢，事实上他知道大象真的是不能惹的这时候呢，自己真的要非常的小心。然后呢，到这里之后呢，哈迪又说了，你说那是你的自由，你的权利。哈迪很沉稳的说，既然是这个样子然后呢，那个协汉呢又回答是就是我的权利。关于这件事情呢，我也自己知道是它的严重性那这就代表协汉他自己呢也都晓得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哈迪呢，又想了一会儿，又说，很沉稳的说，警告他说你水喝够了吗？然后那个协汉回答是，我是喝了差不多了。那哈迪又说，好，那你就滚吧，你就滚开吧，这样的来跟协汉说，代表哈迪已经做了决定了。那哈迪的声音呢，就看着协汉，觉得协汉呢无动于衷。那他高举了象鼻之后，
就发出了大象的叫声。那如果各位如果你知道我们幼童军还有所谓的口技专科章，在此时此刻你们都可以再想个一个方式请知道大象的叫声的孩子呢可以举手那请他们都不要发出声音然后呢，请他们出来之后大概是5、6个因为他们都知道说大象是怎么叫那从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顺序让他们去叫，然后呢，再请孩子们去评判谁叫的最像，最像那我觉得说实在还蛮不错的有一些孩子真的是有听过知道大象的叫声学的呢也有的真的也是蛮像的那我当团长呢，我就会帮他记，他知道大象的叫声然后呢，在这个同时呢，也告诉孩子们你们真的要去知道每种动物的叫声如果你有知道特殊的也可以告诉团长，团长在团集会的时候，或者是在讲丛林奇谈的时候呢，请你出来演示。那如果你有通过了我们技能章口技专科章技能章的时候我们就会颁给你在用团集会的时候，顺便把我们幼童军该给的认可的技能章，而且是用团里面全部所有的伙伴们所认可的我相信说实在这都会产生出来一些效益让孩子们更愿意去熟悉去学那也是当了一个模范小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状况，我相信会是非常良好的好，那哈蒂呢高举了象鼻之后，发出了极为响亮的象声那这样的一个象声呢，会震慑了全部所有的动物那也特意的警告了这个血汗然后呢，这个哈蒂就说这个水呢是可以用来止渴，但是呢郑重的告诉血汗说，我们绝对不能让我们的水沾污了血迹和血清然后呢，血汗又回答说，你是说我玷污了水了吗？他说是啊。哈蒂回答是啊，因为大家都处在生死的边缘，因为你现在要知道现在是森林的旱季大家呢真的都为了自己的生存呢烦恼着那也宣布了水边停战那你既然无故的去杀害人类把丛林里面自由民主和生命置于度外这是代表这个血汗做了万恶不可赦的行为那你既然违反了我们丛林的规律那你不但不认错不悔悟那还这样子的威风凛凛意气风发得意洋洋的那充分的表现出来你那种无赖的本性，所以说我们不能让你这样罪大恶极的老虎呢把我们生命的泉源这样的水给玷污了，所以说呢，请你赶快滚开回到你自己的洞穴去吧那血汗呢听到之后的话真的也还是无动于衷所以说呢，哈蒂呢又叫了几声震慑了呢其他也呼喊了其他的大象前来跟这哈蒂呢并列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血汗呢这只老虎呢他真的害怕了但是呢也很怕不知死活的血汗呢
发出了这样的一个反击哦。所以说呢，他们大象呢真的说很团结了起来，然后呢也互相的靠拢来抵御协汉有可能的这样的一个袭击。所以说呢，协汉呢，真的也非常咽不下这口气啊，义愤填膺的然后呢，也是怀恨在心里因为他也知道他真的也没有办法自己一个人来对抗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象群因为也知道象群呢事实上是非常合作的，而且呢大象的象牙也非常的坚硬无比也是非常不可摧的一种武器那所以说他就赶紧夹住了尾巴然后呢缩着脖子垂头丧气的就赶紧灰溜溜的慢慢的快跑了进入了从树丛里面去了那这样的一个险境我相信如果孩子们自己有了脑海里面大概有了一种这样的一个憧憬大概也会知道说原来说实在协汉已经是灰溜溜的跑掉了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大象哈蒂真的是做得非常好那哈蒂呢，他的魄力呢跟他的这样的一个神威真的是非常的惊人的，非常的惊人的那伯鲁呢在旁边看着呢也哈哈的大笑说到那个协汉呢也太差劲了不争气的一个家伙，把大家真的都害惨那卡阿呢本来是卷缩的这个样的一个身体盘绕着嘛也打开了换个姿势一样盘了起来然后呢他却也不是会阿谀奉承去说哈蒂他的好话他就反正就是这个样子嘛然后就继续悠哉了起来，然后就这样睡了起来。那这一篇呢，放逐老虎呢，事实上是用一个非常轻微的一个方式去做一个呈现如果真的是像我们人类我相信说实在会更为残忍而且通常我们人类犯了错，事实上都是要负责任的。包含现在我们台湾也一样，因为我们台湾现在的话来讲的话，虽然有死刑，但是却没有执行死刑的这样的一个一个执行力应该是这样讲我们台湾的法律是有死刑的，但是我们一直以来都是认为如果可教化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可以缓死死刑还是在，但是就是一直缓着我曾经在影片中也有看到过，所谓的这个死真的很难真的去做定论但是我先讲我是一个主张死刑的人但是有时候我都会认为好人也会犯错，然后甚至也会去杀人因为我看过了一些影片举例说一下，有个家暴的一个家庭，他爸爸说实在他就是有那种暴力行为，他甚至会打自己的妻子以外，也会打自己的小孩然后甚至说实在真的也很不会照顾家庭，甚至为非作歹，然后呢不管怎么样都会把家里面搞得真的很糟啦，而且说实在也把自己的人际关系或者自己的亲人各方面真的都处得都不是很好，而且呢真的
让人真的都很头痛的人。那结果说实在，他的儿子真的就趁他一次修理妈妈的时候不小心杀害了他。结果呢，这个爸爸死了，这个小孩子呢，他杀了他爸爸，但是他是自卫，他也为了保护妈妈，但是他这样需要被判死刑吗？知道我在讲的，我就说有时候好人去杀人是该死嘛。当然，如果是坏人去杀了好人，那坏人真的是绝对该死的，对不对？所以说，有时候我们真的都要好好的去想一下，因为真的人一死，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说，再怎么样活下去，那才是对的，而且那也才是唯一的一条路。不要非常的去就是去放弃自己的生命，包含说在生老病死苦，我认为人生都一定要去尝尽啊。那老天爷哪一天才会把你招走？我相信说在这命里面都有定数了。那所以说死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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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值得大家说再去珍惜。生命真的不易，而且说实在，人的造化也不是一时之间人都有无限的可能。好，那放逐血案呢，事实上是丛林里面的规律。那我相信他被放逐也是理所应当的，他必须要负起这样的一个责任。但是呢，后续呢，这个故事里面没有讲到，那这些动物该怎么办，对不对？犯了错，然后结果让后面的就是无辜人去做一些承担，这些都不对。包含现在的所谓的战争也好，战乱也好，我相信说实在这都是不应该可以去发生的事情。但是有时候想一想，有时候人的行为嘛，真的也是非常很难去考究它啦。为了什么？然后说实在，自己一个人的权利，然后发起了这样的一个战争，然后让他的子民、他的国民，说实在这样去付出自己的生命，然后来捍卫自己的国家。我有时候我在想说，我们的阿兵哥，他们真的很愿意为我们去挡子弹吗？如果你的孩子们去当兵，你愿意让他去当炮灰吗？等等，所以说这些事情有时候有一些真的都是无法解的，只是你去碰到的时候，说实在，你的命应该如何去让它发挥到最大的价值，那才是真正的爱惜自己啊。今天呢讲的比较快一点那我今天呢就大概讲到这边那如果呢大家对于丛林奇谈非常有兴趣，事实上在这个章节里面有提到的大象，那我相信说在大家都可以把儿歌一些像大象歌也可以拿出来唱，也可以改编那我相信大家都会唱，对不对然后包含杀老虎的歌应该还可以在后面唱，也可以提前唱，也无所谓啦在这边唱也可以就是改编的嘛两只老虎改编的杀老虎杀血汉的歌也都可以在这边来唱，也都 OK 那在这一篇的游戏里面，我刚刚已经大概有介绍了一个了就是一个保护毛克利，然后大家团结呢围一个圈，然后来抵挡血汉的攻击这个游戏事实上真的也很好玩也很好玩。好今天以上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好，那志云团长好哦。
分，谢谢智博团长。哎呦，好，谢谢智博团长今天再次给我们精彩的分享。那我们大家先来合影，待会剩下的时间我们来交给大家来跟智博团长这边做交流。稍等我一下哦，各位就麻烦就是把镜头打开。好，都有咯。慧芳老师上线了哈。哦，那我先来拍个照一下。刚上线就讲完了。现在再早一点上来，我们9点就开始喽。哦，好。我们是9点准时开始。对，我们都尽量准时啦，对。好咯，好，来3、2、1。谢谢观赏贝学院讲座，喜欢请按赞、订阅、分享，请给我们鼓励及支持。